欢迎来到生命的光，让我们一起从基督教的视角看世界。今天我们的议题是从十字架到十字准心，查理克克遇刺于美国内战边缘。我们要来聊的是一篇非常发人深省的文章，它透过一个很吓人的假设性场景来深入剖析今天美国社会的深刻撕裂。好，大家想想看，一颗子弹真的有这么大的威力，能把一个超级大国推到崩溃的悬崖边吗？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这篇文章，就是用了这样一个思想实验。一位知名的评论员查理克克，他被暗杀了，来诊断美国社会内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篇文章有趣的地方在于，他的故事不是从枪响那一刻开始讲的哦，相反的，他把焦点放在事后那长达33个小时追捕那个22岁凶手泰勒·罗宾森的过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时间线，整个过程真的是超级紧张。你想想，枪击发生后，凶手还回家跟爸妈吃饭，多么离奇！但最后的结局不是更多的暴力冲突，而是和平投降。那重点来了，文章分析的真正精彩之处，就是去探讨为什么事情会这样落幕。根据文章的分析就是这3个关键因素，可以说是3根支柱，撑住了这个快要全面失控的悲剧。分别是家庭、信仰，还有及时的介入，这3者形成了一道最后的防线。好，那接下来我们把镜头转向刺客本人，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说到这位刺客泰勒·罗宾逊，文章描绘出一个充满了矛盾，甚至可以说是悖论的形象。你看，这是不是很分裂？一方面，他是个学霸，GPA 满分，生长在一个典型的保守派信教的家庭。但另一方面，他的言论跟行为却是个激进的暴力分子。那文章是怎么解释这种巨大的反差呢？文章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演算法镜像。这听起来有点学术，但简单来说就是你每天在社群媒体上滑的内容都是演算法喂给你的。久而久之，你看世界的眼光就变成了那个演算法的形状。你活在一个同温层的泡泡里，像反法西斯这种很复杂的概念就被简化成一个口号而已。这句话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它点出了整起事件最核心的讽刺。这个凶手，他嘴上喊着反法西斯的口号，但他所做的事情，用暴力去消灭意见不同的人，恰恰是法西斯主义最典型的行为。但事情还没完哦，枪响之后，更让人担忧的是整个美国社会的反应。大家不是一起哀悼，反而是分裂的更厉害。光是这个反应本身就非常有戏剧性。文章把这次事件拿来跟1968年金恩博士遇刺的时候做比较，那个差别真的是天差地远。当年是整个国家一起悲伤，而现在社群媒体上竟然是 #RestInPeace 这种幸灾乐祸的标签登上热门，甚至连欧洲议会都有人对默哀报以嘘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文章的分析认为，这是一种后现代政治宗教化的症状。哇，这个词听起来很深奥，但意思其实就是说，政治对很多人来说已经变成一种宗教了，所以你的政治对手就不再只是跟你意见不同的人而已。当政治变成宗教，就会出现这样的逻辑：第一，你的对手不再是个人，而是一个邪恶的符号；第二，你越是恨他，就越能证明自己是站在正义的一方。最后，当你把对方彻底去人性化，视为邪恶的化身之后，那对他使用暴力，好像就变成一件天经地义的事了。所以文章就把视角拉得更远，提出了一个我们大家可能心里都在担心的问题：这起事件会不会把美国真的推进一场所谓的低强度内战呢？你看，事件后的反应不只是情绪上的，而是马上就有具体的体制性行动。文章提到，有组织立刻就投入了5亿美金，成立一个学院，专门要来培养年轻世代打文化战争、打政治辩论。这就表示双方都在为一场长期的斗争做准备了。文章就说，这场低强度内战其实早就开打了，它的战场不是在前线用真枪实弹，而是在我们社会的这5个关键领域：言论、教育、科技、金融，还有法院。这才是现代战争的真正样貌。讲了这么多令人不安的现象，那还有救吗？
我们还有办法从悬崖边退回来吗？文章在最后给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答案，是从神学的角度来切入的。文章引用了圣经里的这个场景，核心思想就是基督徒所相信的答案，并不是用更强大的力量去赢得斗争，而是要像基督一样，选择去承受暴力，借此来打破这个冤冤相报、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最终，这篇文章是用一段为国家疗伤的祷告来收尾的。作者认为，这不只是一段祷文，更是一条可能的出路。现在，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在这片撕裂的土地上，我们曾把政治对手当作恶魔，把子弹当作救赎，把冷漠当作智慧。求你赦免我们的自义与仇恨，让我们在十字架上一起看见，我们都是杀害真理的凶手，也都是被恩典拥抱的罪人。愿柯克的家人经历说不出的叹息，愿罗宾轩在铁窗里遇见另一种自由，愿教会成为聆听与哭泣的群体，而非选边与审判的擂台。求你兴起和平之子，在辩论场上拆毁高墙，在社群网络里注入怜悯，在国会山庄与校园广场，让我不同意你，但我为你祷告，成为美国最响亮的声音。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总结一下，这篇文章透过一场虚构的悲剧，非常深刻地描绘出美国社会的裂痕，从一个人的思想错乱扩大到整个国家的灵魂分裂。最后，作者提出了一条属灵的和解之路。这也留给我们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去思考：在一个越来越世俗化的时代，一个社会还能从哪里找到共同的立足点跟道德基础呢？感谢收看，下次再见。